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都说现在生育率低啊，其实并不是很多人不想结婚生孩子，而是他觉得结不了婚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24、25岁的时候就来苏州上班了。那个时候呢，父母就一个劲的劝我早点找，早点找。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拿着当回事，觉得大学毕业呢，好好的玩2年再说。那个时候实际上也有不错的男生来追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不屑一顾的，觉着说想结婚的话，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嘛。结果呢，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28、9岁。到了28、9岁呢，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已经很多陆陆续续都已经结婚了。那个时候呢，自己多多少少的会有点茫然了，但是依然觉着自己呢很好嫁啊，是不愁嫁的，想嫁的话依然还是能嫁得出去的。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少有条件不错的男生来追了，甚至是已经极少有人在帮我去相亲了。所以说呢，一眨眼的功夫也就过了31、2岁。过了31、2岁，我才明确的感觉到已经没有人在帮你去相亲了，也没有人去给你介绍了。这个时候多多少少真的有点茫然了，于是呢我就来到了相亲市场。但是我觉着话，像我这种情况的来相亲市场的话，那么应该也是很抢手的。但是不知道的就是说令我就是出乎我意料的是，来到相亲市场资料发出去竟没有一个人来问。而且我这个时候明显的感觉到我可能要降低要求了。我24、2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男生低于180我是绝对不会搭理你的。但是我突然发现连175的都找不到了，于是呢我直接把条件降到了170啊，然后呢本科学历，年薪15万左右都行。但是没想到就是连这样的男生都很难找到。有很多人说呢，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找一个2婚的啊，找一个2婚的话呢，可以就是能找到啊，甚至是找一个有孩子的话呢，可能会更好找。那你想想，我怎么可能去找这样的呢？我哪怕只找一个条件差的男生，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着实像很多人说的一样，就是即使是认识到这么一个男生的话呢，他也对你爱答不理的，甚至是有很多男生说实在的，长得那个样子真的是看都看不下去的，而且他还对你爱答不理的。所以说我真的感觉到自己确实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点后悔了。慢慢的呢，差不多到了35岁。到了35岁以后，我发现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没有用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实际上有时候也想考虑，实在不行就找个离婚带孩子的算了，但是还是有点不甘心。那24、25岁的时候，那么好的男生我都没有愿意去嫁给他，你说现在了，你说条件这么差的还嫌弃我，心里是真的是不甘心。结果呢，有一天呢，有一个就是我去了这个就是相亲市场嘛，有一个人就是给我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而且呢男生呢是收入年薪50万，带了一个男孩啊，孩子呢虽然跟着前妻，但是他拿那个什么费用拿的挺多的。其实我就想狠心，要不就这样了吧。就是我和他出去见面的时候，谁知道这个男生还不屑一顾的，就是根本就看不上我。其实我真的从那个时候心里真的是拔凉的，我真的不知道到现在为止应该怎么办了。你说我现在39岁了，再有1年我就40岁了。我就是过了40岁啊，说实在的，我可能更没有希望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以前的时候吧，条件的，什么180的，什么本科的，什么全款房的，我现在这一切都不要了。我要170的，哪怕是168的也行，哪怕是大专学历也行，哪怕是年薪10万也行，哪怕是没有房，我俩一起奋斗都可以啊。但是现在来说真的是很难再找到了。就是很多的男生呢，条件好的他已经不会再看我这个年龄段的了。但凡愿意和我出来见面的，都是那些要么就长得不好啊，要么就是一身的毛病的那种，要么就是条件很差。说实在的，我真的有点后悔了。就是我希望就是那些24、25岁的女孩子呢，不要再走我的老路。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事情呢讲给他们听。其实这个视频中这位女性讲述了她自己的体会和经历，绝对不是个个例，而是非常普遍的。我相信每个人周围都有几位像她这样的人，就是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择偶条件比较好，所以要求比较高，然后就这么一直找不到。但是到年龄大了之后，条件降得越来越低，却也已经无能为力了。而且这个视频又证明了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为什么穷人家的孩子往往混得就没那么好。父母给的平台当然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认知穷人家的孩子要在兜兜转转很多年之后，就像这位女士到了39岁接近40岁的时候才明白社会规则的那些基本道理。
估计这位女士啊，从小到大所处的环境，她的原生家庭可能不太给她能一个非常明确又比较好的一个指导，或者说呢，她的父辈到40、50岁才可能悟到的一些道理呢，想传授给她，但她却因为父母一辈子窝囊，又不怎么相信、不信任，甚至于可能会用叛逆的想法去对着干。所以他从小的时候就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人生经验和认知的提升，等到父母老了，年龄大了，终于有一些比较智慧的人生经验可以告诉他的时候，他又听不进去，所以他就得靠自己的摸爬滚打，跌跌撞撞，又重复父母的老路，得靠自己去悟这些社会规则和世界的真相付出的时间成本太高了，尤其是在婚恋这种问题上，你看他付出了巨大的时间成本之后啊，也同样他其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再也无法追回的那个青春和他年轻的时候在婚恋市场上曾经有过的比较好的择偶条件。那他在婚恋上的这种晚熟其实非常致命，他不像你在其他方面，比如在工作上你可能晚了几年，当然机会呢确实在你年龄大之后会少很多，但是有些人还是可能会崛起的。你看任正非先生是44岁创立华为，褚时健70岁还能种出褚橙这样的例子故事但是你在婚恋市场上几乎就没什么机会了，因为年龄它往往就是一道无形的枷锁，已经锁住了他的过去和未来的空间。这和英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纪录片也是暗合的，这个纪录片叫《人生7年》，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每7年拍一集，从1964年开始拍摄，跟踪采访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14个7岁的小孩，有的来自孤儿院，有的是来自上层社会的小孩，每7年重新就采访这些孩子，听听他们的梦想，畅谈他们当下的生活看尽了岁月的流逝和沧海桑田最后跟踪这些孩子到63岁。从这个纪录片就可以看出出身、家庭背景、个人奋斗、人生机遇等等对个人命运的影响非常深远。其中只有一位从底层出来的孩子最后成功了，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上层社会的孩子仍旧下限极高，底层社会的孩子上限就卡在那儿。前2天我们有期节目还谈到了关于人生选择决定命运的问题，就讲到了杨振宁、艾梅伯以及我们最近看的那部电视剧《命悬一生》里面的人物这是你自己的播客，然后我看了大家的评论，还是强烈呼吁小汪也要出来，这不我就来了。对，你看那些人物真的是选择决定他们的命运。再往深了谈，其实他们之所以能做出相应的选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选择其实都来自于他们的认知，也就是说认知决定了你如何做选择，那选择呢又决定了你的命运。那么你的认知又来自于哪里呢？一部分靠有人来引导你而且你还得愿意听从这个人生导师的引导，对吧？对于具有那些良好家庭背景的孩子，他们早早就能够接受良好的引导，也就是说他们的认知在同龄人中往往总是比较高的那个层级，这就导致他们在同龄人中面对类似或者同样的选择的时候，不仅是父辈可能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平台或者资源让他们能够更从容，而且他们做出的选择或者是父辈指点下做出的选择往往就更好，从而也往往会获得更好的人生我觉得你从这个相亲的视频，然后最后引申出来的讲的是他们的原生家庭的问题，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大部分人看到这种女性由于在年轻的时候自己怎么说要求比较高吧，自视甚高，觉得自己不愁嫁，然后蹉跎了岁月，一转眼就过了35岁，错过了最佳的黄金生育年龄，然后导致在相亲市场上呢越来越不吃香。大部分男呢对这种情况都是冷嘲热讽，甚至现在网上对这种群体已经不再说是大龄剩女了，取而代之的是仙女什么老仙女各种就是还不太好听。反正以前仙女是夸女神的，现在仙女大概就是指这种案例。但你呢得出的结论其实是有一部分是这个女生自己的原因但更不多的部分也许是他背后家庭的原因，其实我还是部分认同的。就说以前像我们小时候家长都是非常反对早恋的，但是现在呢，你看像我北京的这些同事因为我们出国前是在北京生活，以前在一些视频里也提到过，熟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也都知道。那现在我的很多同事还是在北京，那我现在虽然出国了，还是经常跟以前的同事们聊天就发现现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北京的这些家长，他们已经非但不
反对早恋，而且非常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早恋。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你想，北京的这些学生群体，尤其是重点中学的群体，对吧？重点中学，那你在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就是全中国的重点中学了。那他们的家长呢，绝大部分都是高知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的。那高知家长这一部分群体，就是说将来他们也比较好沟通，比较知书达理，或者说亲家就是好亲家，对，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这是其一，好沟通，素质比较高。其二呢，就是说家庭的实力基本上都不错。因为你想嘛，就北京的重点家庭的这些家长，那都是至少肯定都是买了学区房的，而且很多家里还不止一套，有2套，对吧？自己可能郊区有个远大兴。市中心还有一个老破小，为了接送孩子读书比较方便，反正至少1套，多则2套、3套，就是家庭实力一般都不错。而且啊，你想能考进重点中学的小孩，绝大部分从小都是一路鸡娃鸡上来的，然后各种什么奥赛班也参加，然后这个英语竞赛也参加，出国那是更不在话下了。然后可能说明是有实力哈。对，还有一些类似于像马术啊这种小众的爱好，或者说是像高尔夫这种，都已经是家常便饭了。然后还有什么小提琴、钢琴这种，也都是基本上一撒网，就是10个孩子里面可能有7、8个孩子都要学。所以啊，家长们就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早恋，因为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择偶对象其实是最优质的。再往上呢，就是考了大学，如果说小孩考上985、211，那你的同学生源基本上也都还不错。但是啊，因为985、211也不乏有一些可能3、4线城市考进去的，或者说农村考进去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有概率可能选择就不是说北京城镇的这些家庭的孩子了。那你的这个择偶对象可能他的这个优质程度啊，就已经小于你的中学时代了。那再往上，研究生和博士生，那再大一点呢，参加工作了，那你的择偶对象呢，他可能就还不是一个本科生，不是211、985的了，对不对？有可能还是一个专科生，甚至没有上过大学都有可能。万一要是一冲动喜欢黄毛的，这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啊，你看我们聊的这个大王聊的命悬一生，他不就是喜欢了黄毛吗？对吧？所以说家长就特别希望早恋。可以说啊，就对于尤其北京、上海这样的孩子来说，就是说你碰到最优质的另一半对象是你的高中比例是最大的，然后大于大学，然后大于工作。对，而且现在都说中产阶级最怕的就是阶级滑落嘛。那现在北京基本上2个重点中学学生这个家庭的联姻啊，就像2个那个小上市公司一样，2个中产家庭的联姻。对，所以中产之间的联姻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中产它抗风险能力肯定是比富豪阶层还是要差一点。那如果中产家庭在线下联姻的话，那可能他们跌落中产的可能性就要增大了哈。对，所以现在北京海淀啊、西城的这些家长们，其实最希望的就是说自己的小孩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还不错的发展，当然也别影响学习哈。然后2个人一起考进北京的大学，不一定非要说清华北大这么牛掰的哈，哪怕什么中国政法呀、北京理工啊，也都还不错。然后大学一毕业，早早的就结婚，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双方的这个家长年纪也都比较年轻，结婚个几年，然后生个小孩，家长还能帮忙带娃，而且2家都是北京城区的，都有房，然后都爱孩子，随便给一套给这个年轻的小两口，他们一下就少奋斗人生10年，直接就有房子了，是吧？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生活路线。对，基本上你看房子问题、带孩子问题，然后还有跟双方父母过年逢年过节去谁家的问题，几乎全解决了。对。那我们再回看我们前面视频中这位女性，可以看出她年轻的时候也许未必美艳动人，但是绝对不丑，至少呢也是中上之姿哈。如果她早早能够在她认识的圈子里面去选择一个中产或者踏实上进的男性，都会比现在她39岁仍旧一无所获，然后又一再降低标准要好得多。最后呢，能给他一些建议哈。我觉得他现在其实还是有几条路可以走的，就是去找他的中学或者大学同学里面曾经对他仰慕过的那些人啊。如果这些人里面有单身的，去跟他们建立联系，也许会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因为你看，在中学或者大学阶段曾经仰慕过他的这些人眼里，或许他仍旧是那个闪闪发光的人，他可能是某个男性心里抹不去的那颗朱砂痣和白月光。
即便在多年之后啊，在其他人眼中，她已经是一个中年女性的面孔了，但是在那些同学的眼中，也许啊，她还是有那种明艳不可方物的感觉，威力尚存。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仅仅是面对当下岁月无情在脸上刻下的痕迹，其实还有很多青春年少时那些懵懂的混杂着荷尔蒙的那种暧昧和悸动的回忆。所以从他那个同学和大学群体里面去找，总比现在去找那些不知根知底的这些陌生人，要接受这些陌生人的审视要好。当然了，这要靠运气。你看他那些同学现在又单身又还不错的，这种概率当然也比较低了。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可能性，他可以去碰一碰运气。第二个呀，就是提升气。你不得不说就有些人到了50岁，仍旧有那种气质和魅力，就能够吸引优秀的男性。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陈数。你都可以想象，他即便到了60岁，我觉得陈数的魅力值还是很高的。他就是那种知性成熟，再加上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一些个性，加上他那种温柔混杂在一起，会让一个40、50岁的女性仍旧保持不俗的魅力这个我倒是持相反的观点。就我以前看过陈数的电视剧，看电视剧的时候，我跟你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陈数他基本上塑造的那个角色呀，都是比较成熟睿智的。但是我最近好巧不巧刷到一个综艺的切片，就是他和那英一起参加综艺我可以说陈数在里边可真是毫无魅力可言真假的？真的，相比较那英反而还真的有点活力四射。别看人家年纪大。那我再举个例子吧，就比如林徽因你看林徽因人家有气质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想法，她即便到了很大的年龄，仍旧有无数的高知男性为之折腰。对这位女性，我还有一个建议就她还可以尝试一下去国外寻找机会。反正已经快40了，已经步入人生的后半段了，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如果在中国社会传统的那种家庭生活，她觉得已经难以企及了，那干脆去寻求一个不同的人生体验吧。因为西方有些男性对于年龄其实确实没那么看重，而且在他们眼中39岁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年龄。而且你看西方女性在40多岁生孩子的也不少虽然这个风险比较高，所以她把自己外语先学好然后再找一个去国外工作的机会，到国外去生活寻找爱情，我觉得可能性相对要更高。当然了，跟西方人走入婚姻就不要抱太多那种传统的期望，比如说这个男性要怎么听你的，要在财产方面要把他的收入财产各方面听从你的支配还有那种呼来喝去的什么保姆式的关怀，那你就不要想了。基本上西式的婚姻都保留了独立个体之间的那种独立性，或者说边界感会比较强一些。但其实这也是挺不错的一种夫妻相处之道，尤其是到中年之后嘛，边界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总结一下，巴菲特这个人世间最精明的人生赢家，他和查理芒格都抱有同样的观点，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儿之一也许没有之一，就是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找到一个好的人生伴侣。这确实太重要了。人生伴侣不仅仅是你要携手去分享未来人生宝贵的时光，要几十年，而且你们之间还是经济合作关系、养育后代合作的关系，还有认知的互相的共享，以及生命大和谐的对象好的伴侣呢，能让你的人生丰盈、轻松、积极、阳光向上；不好的伴侣则一切都是向下的拖拽。人生100年，选对人，走对路，方成大幸。面对这么重要的事儿谨慎肯定是对的，但是过于谨慎其实又容易错过。那么最好呢，就像小王刚才讲的就在早期阶段，在门当户对的条件里面去找你比较动心的那个，这就已经战胜了婚恋市场中至少90%以上的人了。不要过于贪婪的去想那个绝对的完美，那不存在的。对，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说，尤其你看像现在大学生也不值钱嘛，这么多大学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其实我觉得在高中的时候，你确定好一个还不错的那个对象，对方家庭也都不错的，这个重要程度真的一点都不亚于考大学了已经。没错。好，本期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下期再见。当然了，我们这里还要强调一下，我们不是鼓励早恋还是要等到成年了之后，然后你要心理上比较成熟再去做这个选择。你在这个高中阶段，你只能说你瞄准一个对象，等你们上大学了之后，等进入成年阶段之后再开始你们的恋爱。不过得说，如果是重点中学的2个学生高中的时候早恋了，真恋爱了，那双方家长也都是知道的。以家长对这个学生对自己孩子的这种管控能力，我相信家长们也都能够把控好的。总之一句话，你对象可以先寻觅着，但是恋爱开始的时间一定要把握得当。